莫迪刚妥协，转头却发现中印身份已不同。印方，我方是金砖创始国。最近，印度政府突然开始重视起了金砖国家，不仅积极地参加了在22号举办的金砖峰会，甚至还主动地和我国缓和了关系。但尴尬的是，想要融入金砖国家的印度必须要接受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在金砖国家内，我国和印度所扮演的身份是全然不同的。但同时这也让人发起了疑问，之前对金砖组织爱答不理的印度为什么突然吃起了回头草呢？其实印度之所以在之前消极地对待金砖国家这些组织，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莫迪的大国梦。在当时的莫迪眼里，印度最好实现大国梦的方法就是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因此你能看到在莫迪之前的4年任期里，他不止一次地向联合国提交想要成为5常之一的提案。但尴尬的是，印度数次入常的计划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直到了最近，莫迪估计自己也看清楚了，想要打破5常固定的格局，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入常失败的莫迪将他扩大影响力的主意放到了金砖国家的身上。同时促使莫迪转变态度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反击。在之前，莫迪一直在全球大搞双边主义，一面和普京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一面又积极地访问拜登政府。而美国虽然对莫迪的双边政策耿耿于怀，但是因为还幻想着印度能够改变态度，因此也在一直积极地拉拢莫迪。不过随后美国政府可能也是看明白了莫迪的意思，不再将其拉拢成队友，而是直接将印度一同定义成了敌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美国政府呼吁印度积极接受加拿大的调查。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莫迪就需要考虑，如果日后美国将印度也放到了制裁名单之中，他应该怎么对待。而面对美国的攻势，莫迪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那就是彻底的倒向东方世界。当然，莫迪的这个决策还是相当明智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莫迪最少可以得到3点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加强和金砖各国的经济合作。一直以来，印度的基础产业都相当薄弱，这导致印度的很多基础零部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和我国贸易往来。从2020年开始，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量暴增了 56% 左右，贸易逆差涨了1倍不止。这预示着，如果印度积极地参与各金砖国家之间的活动，可以极大程度地改善印度的进出口环境。第二点好处就是可以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金砖各国合作可以极大程度地削弱印度政府的经济短板，抵御接下来可能来自美国的制裁。其三就是可以增强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因为作为一个大国，想要发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必然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上的活动。之前印度增强自己影响力的方法就是单纯的四处搞事，不管是俄乌战争还是中美博弈，都能看到印度以及其背后莫迪的身影。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让印度成为白制裁和反击的对象。现在美国的炮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因为莫迪不断的左右横跳，才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使其对印度发起了攻击。相对而言，参加金砖国家的风险就要低很多。同时，对于金砖国家来说，印度的加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这个组织成为了一个拥有全世界1半以上人口的庞大经济组织。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印度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金砖国家。不过，想要重新融入金砖国家的印度也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和印度在金砖国家里面所扮演的身份并不一样，而这个区别只要有3点。首先的区别就是我国是金砖国家的创始国之一，这代表我国在该组织有着一种天然的优势。其次就是我国和各个金砖国家的关系要比印度好得多。作为金砖国家的创始国，我国和加入的每一个金砖国家都建立密切的联系，而印度不仅和这些国家没有太多的合作，反而还得罪了不少国家，其中的巴基斯坦更是和印度的关系弄得特别僵。而最后一点区别就是我国的经济市场活力远比印度要强，从各种基础零部件到各种高新科技产品，我国都能直接的落实生产。同时，我国还具备极其强大的建设能力，这些优势都让金砖国家更加希望和我国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而这也是印度想要融入金砖国家所要迈出的第一步。莫迪以及其背后的印度政府必须要放下自己那不切实际的大国梦，只有印度放下一贯主张的对抗主义精神，双方才能迎来合作的机会。当然，在美国对其释放一系列制裁信号的现在，
印度继续推行以前的扩张主义的话，只会让印度在亚洲沦为孤家寡人的境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印度的态度也表明了其放弃继续和西方保持关系的政策。实际上，印度想要崛起的梦想和美国的国策本质上是冲突的。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它的地位，现在只不过美国有更加要紧的对手需要处理，一旦美国腾出手来，那么印度也会成为其攻击的对象。而且就算是美国不制裁美国，西方的衰落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现在全球的经济中心都在巧妙地发生变化，日后以金砖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将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作为各个金砖国家，自然也能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当然，以现在来看，中印之间的关系还是存在着不少不稳定的因素。接下来中印关系能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全看莫迪能不能坚持住自己的外交态度。特权制度，一场以精疲力尽为终点的狂欢，只是把苏联彻底拖入坟墓。戈尔巴乔夫曾一针见血地形容，他就像插在苏联巨人脚踝上的金匕首。苏联这个曾以平等为旗帜的联盟，最终却被自身孕育出的特权制度彻底吞噬。1918年的某天，苏联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曲鲁巴在向列宁做报告的时候，竟然饿晕了。一个管粮食的官员居然能饿晕，这让列宁十分担心基层官员的身体状况。于是他决定为鞠躬尽瘁的官员干部们设置一个疗养食堂，确保他们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这个制度无可厚非，但谁都没有想到，它最终会演变成吞噬这个国家的巨大黑洞。一开始，疗养食堂提供的只是黑面包、土豆泥等食物，和普通群众吃的只有数量上的差别。但后来，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苏联的经济得到了提振，疗养食堂中竟出现了鱼子酱、进口红酒的名贵食品，其作用也从吃饱转向了吃好。而这仅仅是苏联特权体系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仍然保持着初心，干部工资和工人差不多，甚至低于一些熟练工人。列宁还亲自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权利领取特殊个人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力求实现干部和群众的平等。但在他去世之后，一切开始失控。新上任的斯大林建立起了干部名册制度，干部名册共有3级，从上到下涵盖了约2万个关键岗位干部，而他们的任免权全部都由苏共中央直接掌握。这是一道高度集权的干部任命与特权分配制度，其本质就是通过控制人事任免权实现政治垄断。都说吏部是6部中最牛的，事实的确如此。从干部名册制度开始，苏联的干部任命就逐渐变味了。一个人能否当上领导干部，看的不是个人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而是能否被他的领导所重用，也就是为上不为实。甚至可以说，考核标准直接变成了是否对斯大林绝对忠诚。如此一来，也就产生了严重的个人崇拜。当然，只要是绝对忠诚，福利自然也是大大的。别的不说，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废除了列宁奉行的巴黎公社原则，开始大幅度提高工资。1923年，干部除了正式工资外，还可以领取一笔额外补贴，最高可达工资的2倍。中央委员年薪约6000卢布，是当时普通工人的60倍。除了工资外，特权商店、特殊医疗服务、住房、用车也都成为了福利，都是他们忠诚的回报。就这样，斯大林利用这种制度塑造了一个高度集权乃至高度听命于他个人的官僚体系。在当时，官僚们只有2种选择，要么乖乖享受丰厚的特权，保持对斯大林的绝对忠诚，要么就等着被清洗掉，没有第3条路。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是一个全盘否认斯大林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套特权制度自然也是看不顺眼，转而推出了官员轮换制度。1961年苏共22大规定，中央委员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地方委员更换1/3。这项改革短暂地削弱了特权，可是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却是一次严重的挑战。于是赫鲁晓夫遭到了强烈反对，最终被赶了下来。之后既得利益集团换上了一个最保守的人上台，勃列日涅夫。而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立刻推倒了赫鲁晓夫的官员轮换制度，恢复官员终身制。在勋宗时代，官员平均任期长达12年，这就导致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而更要命的是，勃列日涅夫继续扩大了特权阶级的规模。到1980年代，特权阶层人数高达50万，他们自成系统，生活奢靡，互相庇护，甚至将特权代代相传。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那个最大的特权阶级，他收藏豪车，坐拥私人别墅群，狩猎场，还享受着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全天候服务。除此之外，他还对勋章极为狂热。苏联只有2个人4次获得过苏联英雄勋章，一位是战功赫赫的朱可夫元帅，另一位就是勃列日涅夫。值得一提的是，勃列日涅夫对其他特权阶级也是极其纵容的，这也是他能够长期执政的原因。我们能够看到，他哪怕半身不遂，说2句话就要咂巴一下嘴，老迈昏聩到极致，都能稳坐苏共总书记的职位。毕竟有他在一天，特权阶级就安心一天。说了这么多特权阶级诞生的背景，可能各位还是不够了解特权阶级究竟有哪些特权。下面林师傅就带大家看看特权阶级那些令人啧舌的福利。
首先，最典型的就是特供商店，在莫斯科的一些隐蔽角落有许多小白化商店，这个名字取得倒是很雅致，但推开门就会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面充斥着又丰富又便宜的商品，包括法国红酒、瑞士巧克力、意大利皮鞋等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还极其低廉，只有普通商店商品的1/22。不过特权阶级也分了3级，最高级的特权商店甚至就建在克里姆林宫地下，只有政治局委员可以购买。要知道，列宁也埋在克里姆林宫地下，这真是巨大的讽刺。我们都知道苏联轻工业薄弱，所以特权商店里很多商品都是利用外汇进口来的。在1980年，特供系统进口奢侈品支出占国家外汇储备的 18%， 相当于300万工人1年的工资总和。其次是住房，当时普通苏联居民的房子平均只有50平米，甚至在加盟国乌兹别克斯坦还有50万人住在土窑中。而特权阶级呢，中层干部的住房面积一般平均在80到100平米，高级干部能达到200平米。政治局委员呢，则每个人人均有3套别墅。至于作为最大特权阶级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他在黑海边上的别墅造价高达 8.5亿卢布，相当于150万工人1年的工资。最后是教育上的差距。1963年，新西伯利亚州农民子女大学录取率仅为 10%， 而特权阶级子女升学率却超过了 90%。农村学生即使成绩优异，也常因政审不合格被重点大学拒之门外。1975年，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中 76% 的新生来自特权家庭。到了1980年代，苏联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中有 83% 来自特权家庭。这样的教育不平等无疑会让阶级固化，特权永远是特权，阶级看不到上升的可能性。总之，这占人口 1% 到 2% 的特权阶层占据了海量的社会资源，消耗了全国 35% 的优质食品， 30% 的医疗资源和 20% 的住房补贴，而在他们背后是千千万万苏联普通人愈发艰难的生活。在这样巨大的落差中，特权阶级拥有了一切，唯独失去了人民。寄生虫的贪欲没有止境，宿主却总有被吸干的一天。到了80年代末，苏联行将崩溃。但你以为特权阶级的末日就要到了吗？并不是，他们开始了最后的狂欢，赚的反而更多了。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在苏联快要解体的时候，特权阶级是最先能感受到的，但他们的做法却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没有想着去扭转局势，而是选择主动摧毁它，然后在混乱中为自己争夺最大的蛋糕。这就是819政变失败的核心原因。在1990到1991年，你会看到一个奇观，许多原本保守的苏共高级官员、国有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一夜之间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派。他们积极支持叶利钦推动苏联解体，因为他们希望更快、更彻底地打破旧有体制，以便在混乱的私有化过程中毫无障碍地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就比如原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将特供仓库改成了估值1亿美元的私人超市。再比如克格勃官员别列佐夫斯基通过操控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私有化，成为了俄罗斯的石油寡头之一。苏联解体后，特权阶级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赚得更多。当然，这里指的是高层的特权阶级，像那些底层特权阶级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有许多人被迫卖勋章镀入。纵观苏联特权阶级的历史，几乎就贯穿了整个苏联的历史。列宁时期设置疗养食堂，你可以说他是为了保障干部吃饱肚子，有力气革命。斯大林时期又搞了个干部名单制度，你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加强集权、开展工业化和打仗。可经历了斯大林时代后，特权阶级就已经发展壮大到可以裹挟国家意志的地步，所以才会有赫鲁晓夫尝试改革而被推翻，最终换了个完全不管，甚至他本人就是最大特权阶级的勃列日涅夫。而苏联之所以会被特权阶级吸干所有血液，原因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就是他们僵化的体制。苏联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完全掌控生产资料、物资分配和财富分配。有一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能力是一方面，但如何分配是更为重要。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使得官僚集团天然掌握分配权，从而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此后苏联没有及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改变的时候，早已经为时已晚，失去了改革能力和决心，只好放任自流，滑向未知的深渊。